大家好，我是老田。今天是圣诞节了，最近疫情的扩散比较严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取消了出行的计划，待在家里呢？如果闲得实在无聊，就跟老田一起看看我们12月底的大棚吧。我们先从第一个大棚看起，然后再参观第二个大棚。我先来把无纺布保温膜给打开。前一阵子冬天太冷，我们又加盖了一层无纺布，现在用的是2层的无纺布保温膜。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气温也有所回升。我们先来看一看，一进门的地方是这种密植的青江菜的苗，看看这个叶子多鲜嫩。我们冬天种植的一个主要菜品就是像青江菜啊、奶油白菜啊这种比较耐寒的小青菜，我们一般都是采用密植的方式。冬天因为天气比较寒冷，这种密植的青菜也不会抽苔，所以也不用担心会因为密植导致长得不好。而且我们是随吃随摘的，这样的话，随着采摘，它会变得越来越稀疏。我们这个过程和天气暖和的时候的建苗还是不太一样的。建苗是把那些比较弱小的苗给它建下来，保留粗壮的苗；而我们这个过程是把长大的苗先给它拔下来吃了，然后留弱小的苗。这样的话，那些比较弱小的苗也会不断的长大，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提供冬天的蔬菜。另外，我们也会把一部分苗移栽到其他地方去，这样的话能够长出更大棵的青江菜。这个地方就是丽丽挖过苗的地方。看完青江菜，我们再往前走，看看这个水萝卜，看看这个水萝卜的叶子多漂亮，整整齐齐的。我们扒开叶子看看，找找小萝卜，看看这个已经是长起来的小红萝卜了。水萝卜一般在春秋只需要25到30天就可以采收了，但是在冬天长得是非常的缓慢。看看这个萝卜已经1个多月了，也就长了这么大。不过我们倒是不希望它长得特别快，因为长特别快的话，我们很快就没有萝卜吃了。这样让它慢慢长，我们随时随刻都可以过来拔一些小萝卜。咱们拔下来一颗看一看，看看这种小红萝卜，把它洗干净之后当沙拉吃，味道特别的鲜美。咱们再往前走，这一片绿油油的就是菠菜了。菠菜是冬天最耐寒的蔬菜品种之一，所以是冬天必种的蔬菜。这些菠菜不光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断的掰叶子来吃，如果留到春天天气暖和的时候，它们会长得特别大颗，这样就能够在早春蔬菜荒的时候给我们提供大量的蔬菜。无纺布下边还是挺暖和的，看看这些野草也跟着都长起来了。菠菜的前面是一些特别细的小葱，这些小葱太细太小了，我们冬天就不用了，留到春天等它们长大。然后这里边还有一颗野生的雪里红，看看也已经长这么大了。然后这一片种的是蒜苗，这个蒜苗现在就可以采收了。如果我们需要调味用的话，随时就可以采摘一些。我们一般会留到春天，等它长得特别粗壮了，把它拔下来用来炒腊肉。我们是北方的重口味，一般用葱蒜这些来炒肉，那味道简直是绝了。再往前的这些是大个的葱，这些大葱我们就是用来摘叶子，或者是整个把它们剪下来调味。我们如果想整颗用的话，就可以贴着土壤，沿着这个地方给它剪下来。剪下来之后，它还可以继续再生长的。这2颗就是我前一阵子沿着根儿剪下来的，看看现在又长这么大了。再往前挨着葱的地方种的是香菜，看看这些香菜长得多好。香菜我们就是像这样不停地掐杆子来吃，一般我们就是调味啊，或者是涮火锅来用。这香菜杆子在掐下来之后，马上这个浓浓的香味就出来了。喜欢香菜的人对香菜的味道是特别的喜爱，而讨厌香菜的人会觉得这是一股臭味。每个人口味的差异还是特别的大的。挨着香菜旁边的这些长得和香菜特别像，这些是芹菜。这些芹菜现在还比较小颗，还基本上不太能吃，除了可以掰一些杆子和叶子调味的话，我们就留到春天再吃了。像这些芹菜啊、香菜啊，还有大葱啊，都可以算是永生的蔬菜了，你可以不停的掰，不停的吃。如果想种菜的话，又喜欢这种口味，其实还是非常值得种一种的。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些蔬菜的远景。右手边的这些是油麦菜，这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蔬菜之一。现在已经长到了可以采收的大小了，味道是非常的鲜嫩，非常好吃。我们很多时候是从外边给它掰叶子掰下来吃，这样的话里边还会继续生长，可以采收很长时间。当然，如果需要更好的口感，也可以整颗的把它割下来，它的嫩茎的部分其实是更香的。再往前的这一片是我们种的豌豆，是我们冬天用来吃豌豆尖儿的。这个豌豆看起来好像是有点缺水了，我们等哪天天气暖和的时候，可以再稍微给它们浇点水。
这些豌豆已经可以掐豌豆尖来吃了，看看这个豌豆尖长得多好。我们冬天会在室内种更嫩的豌豆苗，所以一直还没有机会来吃这个豌豆尖儿。我们再往前走，又是一批的油麦菜。从我们油麦菜种植数量上看，大家应该就能知道我们是多喜欢吃油麦菜了。其实种菜就是喜欢的菜就多种点，不喜欢的就少种点，或者就不种了，非常的自由自在。挨着油麦菜的地方还有一小片空地，这个是丽丽前一阵子又撒下来的小青菜的种子，现在都已经发芽了。这些在1个月之后应该也可以长出菜苗了。我们现在来到棚的门口了，我们调转过来看看另外一侧。这个门口地方放了一个大的水桶，里边盛满了水。我们这个是用来给小苗浇水的，因为冬天菜苗还是挺缺水的，我们会趁天气暖和的时候给它稍微浇一浇。然后这大桶水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白天可以吸温，晚上的时候可以释放出一定的温度，能够让大棚里面稍微的暖和一些。我们看看水桶旁边有一小块空地，又是丽丽撒下的种子。这些散播的种子出苗率还不错，长得密密麻麻的。小苗旁边的这几个葱已经比较老了，已经差不多有2岁多了。接着是小苗旁边的这些茴香，这些茴香在冬天长得是特别的慢，虽然种了这么一片，但是量还是太少了。如果长这么小的话，很难用来包包子或者是包饺子来做馅儿。不过用它来调味还是可以的。我们会让它再长一长，等再长大一些再来收割。茴香前面的这一片空地，丽丽是前一阵子撒了种子，不记得她撒的什么了，现在还没有出苗。再往前是3棵比较耐寒的紫色的生菜，看看这个生菜，现在虽然看起来不是特别大，其实已经是被我们扒杆子、扒叶子扒掉好多的了。因为生菜会不停地长叶子，每棵也会长得很大，所以其实种几棵就足够吃了。我们紫色生菜旁边这6棵和生菜搭配在一起，长得整整齐齐的。这个是黄心乌，应该是乌塔菜的一种，也是比较耐寒的蔬菜。其实这些菜种在一起，然后不同颜色、各种造型搭配起来，还是挺漂亮的。我看很多老美种菜，他们会选用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然后一颗一颗的种出不同的造型，然后排列在一起，其实还是相当的漂亮，是一种不错的风景。我们主要是以实用为主，所以好多时候可能不是特别在意造型，不过稍微的给它整理一下，还是能够造出不错的景观的。这黄心乌上边还是有一些虫子咬过的痕迹的，所以从这点上看，这种菜还是比较招虫子的。同样招虫子的还有旁边的这个娃娃菜，上面也是有不少的洞。其实像白菜类的这些蔬菜还是挺爱招虫子的。如果我们扩展到整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其实这种十字花科的蔬菜都是比较受虫子喜欢的。相反，像生菜类的蔬菜，包括莴笋、油麦菜等，这些蔬菜都有一些苦味儿，所以其实虫子并不喜欢，这种菜就不太爱招虫子。其实冬天种点白菜类的菜还是挺好的，虽然它们可能包不了多大的芯儿，但是吃这种小白菜，吃叶子也是非常的鲜嫩的。娃娃菜旁边的这些芥菜，我们也是掰杆子掰叶子给它掰过很多次了，现在长得不是特别好了。不过怎么说呢，他们也算是把全部的一切都奉献给我们了，我们还是心存感激吧。这个棚里边最后要看的就是这些萝卜了，这些萝卜比我们预想的还是长得要慢多了，看来冬天这个生长速度还是太慢了。看看这个青萝卜，现在也才只有这么大。白萝卜还是要大了不少，现在已经可以采摘来吃了。不过相比春天和秋天种的萝卜，还是要小太多了。不过话说回来，冬天能够吃上自己种的新鲜的萝卜，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好了，我们接着再去看一下另外一个棚。我们还是先把无纺布膜给打开，看看虽然这个无纺布膜是透气的，但是如果温度比较高的话，里边的湿气还是比较重的。看看这些凝结的水珠。不过这已经比塑料布要强多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无纺布而不是用塑料布直接盖在蔬菜上面的缘故。如果是塑料布的话，里边的水珠会更多，而且因为塑料布是完全不透气的，里边的湿度会特别大。所以如果要是用塑料布的话，可能每一个风和日丽、阳光比较好的天气都需要把它打开透气了，那样实在是太麻烦了。用无纺布的话，基本上冬天大部分时间都不需要把它打开。好了，接着咱们快速看一下这个棚里的菜。我们先从边上看，这个是大芹菜，然后旁边的是小芹菜，然后这边是蒜苗，蒜苗的旁边还有一些香菜，然后再往里走是移栽进来的葱，接下来就是一片的萝卜。这边的萝卜比刚才棚里的萝卜长得要好一些，看看这个已经长这么大颗了。萝卜旁边又是一片的油麦菜，看看这个油麦菜长得多鲜嫩。
然后我们再往前看，还是油麦菜。然后紧挨着油麦菜的这几棵是长得特别巨大个的芥菜，看看这叶子已经长这么大了。这边是一片茼蒿和蒿子杆，已经被我们采收了无数次了，还是相当有价值的。然后这边这一片是入冬前我们新移栽进来的茼蒿，也已经被我们采收过了。接着的这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小青菜，像是奶油白菜呀、乌塔菜呀，然后这边还有青江菜，然后这边还是黄心乌。这边的青江菜是后来移栽过来的，间距比较稀疏，所以每一棵其实能长得特别大。这种菜既可以直接整棵的采收，也可以不停地扒旁边的叶子。然后接着是芥菜，还有娃娃菜，然后这儿还有几棵罗马生菜。后边这一片就全是紫叶的莴笋了。我们今年的莴笋种的比较晚，所以现在长得还是比较小棵。然后莴笋的旁边，丽丽还间隔着移栽了一些青江菜的苗。我们这也算是充分的利用好每一寸土地吧。冬天的种植空间实在是太有限了。左手边这一些，除了少量的散叶生菜之外，其他的都是罗马生菜。罗马生菜的生长周期还是比较长的，在生菜里边算是长的了。不过这些菜的特点都是，不管它大还是小，想吃的话，随时都是可以过来收获的。因为这些菜在冬天长得都比较慢，也不会很快长得很大棵，所以丽丽又在中间间隔着移栽了一些青江菜。因为青江菜生长周期短，长得更快、更耐寒，所以会在罗马生菜前就可以收获。然后前面这一片空地，丽丽在12月中旬的时候撒了一些种子，现在基本上已经都长出小苗了。我们来看一看丽丽都种了点什么。这个看起来非常像水萝卜的小苗哦，丽丽在这儿插了标签，这个确实是12月13号她在这儿种的水萝卜。这些非常小的小苗，如果不看标签的话，确实是看不出来是什么。这个其实是12月13号的时候种下来的荠菜。这一片就不需要看标签了，一看这个小苗就知道是豌豆哦。然后我们看这一片还有一点露出来的豌豆的种子。这边这几棵青江菜应该就是丽丽前一阵子从刚刚的那个蜜汁青江菜的大棚里边移栽过来的。看看前面这一片的茴香，这个茴香比刚才棚里边的长得要大多了，这个现在已经可以采收了。现在就开始犹豫了，到底是现在就割下来包点饺子解馋呢，还是等让它再长一阵子，长得再大再高一些，这样可以包更多的饺子。最后在棚的尽头还是这棵球茎茴香，我们很早就想把它给拔了，因为当时觉得快到冬天了，它不会长大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现在长得更大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再给它点时间，让它长成更大的球茎。我们最近户外的温度大概最低是在零下8度左右，不是特别的冷。我们用了2层的无纺布膜在大棚里面保护，这些青菜没有任何冻伤的迹象。所以我们这样的保护措施，在我们这个7A 的耐寒区，让蔬菜正常生长到12月底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后边1月底、2月初天气最冷的时候，我可以再来看看那个时候蔬菜会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承受住更高的严寒。目前的这种保护措施，就连我这些蔬菜里边最不耐寒的生菜和油麦菜的生长都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我感觉撑住零下10几度的低温，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我们到时候等天气更冷的时候再来实际验证一下。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老田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和新年节日快乐，也祝大家都获得绿手指，来年种菜大丰收。